这是一部看完左脑瞬间萎缩，右脑原地爆炸的悬疑冷门佳作，号称印度版《隐秘的角落》。本片错综复杂，悬念丛生，1分钟反转5次，不看到最后绝对看不到最后。故事开始，男孩从小就有一个变态的嗜好，他经常来到附近的菜市场，然后站在一旁看着别人宰杀牲口，趁着老板不注意的时候，他还会偷偷地将动物的脑袋带回家。看着床底下这些年自己的收藏，男孩也露出了他那邪恶的笑容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这天男孩却忘记了关门，结果这一切全被他的父亲给发现。为了让儿子改掉这个嗜好，父亲将他吊起来打了整整10年。然而10几年过去了，男孩也长成了一个大小伙，但棍棒之下没出孝子，反而却越发的变本加厉。他看向窗外晾衣服的绳子后，而就从这一刻起，一个嗜血的恶魔也成功的觉醒。他来到后院，利用锄头挖出了一个大坑，然后又将尸体给埋进了土里。由于地处郊区，没人在意他的父亲去了哪里。但从那之后，这座城市命案频发。一个刚放学的小女孩看到地上飘着一根孔雀的羽毛，于是她就顺着风的方向去追。这时反应过来的姐姐准备前去寻找，结果女孩却已经消失不见。等到了第2天，人们就在垃圾站的旁边发现了女孩的尸体，她的腹部被划出了一个大口子，死状极其的惨烈。而这已经是最近发生的第2起命案，受害者全都是只有几岁的小女孩。负责此案的小美认为，这肯定是一起针对儿童的连环谋杀案，于是她就向局长申请了法医来协助调查。可最近的案件实在是太多了，总局里只剩下一个实习生小帅为他调用。而在听到了对方的名字后，小美瞬间就不淡定了，因为小帅是自己前夫的亲弟弟。就在几年前，她不小心将小女儿给弄丢，于是丈夫受不了打击，就选择了离婚。虽然见了面的2人有点尴尬，但小帅的业务能力却是非常的专业。根据现场的勘查，他很快就分析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那就是凶手很有可能是一个未成年，因为女孩的尸体是在垃圾堆的旁边被发现。既然凶手已经打算抛尸了，那为什么不把尸体给丢进去呢？垃圾堆的围墙高1.5米，也许凶手的身高和体力根本无法将尸体给扔进去，所以小帅认为对方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小孩。听到了他的话，小美当场就把小帅的猜想给否决，她不相信一个小孩会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。而就在这时，已经退休的老局长却突然找到了小帅。原来10年前他在职的时候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连环杀人案，最后在一辆校车内发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，因此司机就被当成凶手给抓了起来。在警方的严刑逼供下，司机被判了终身监禁。结果没过多久，真正的凶手却再次作案。这时的他们才意识到抓错了人。老局长怀疑这2起案件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干的，于是他就将当年凶手的 DNA 给带了过来。而那名被冤枉入狱的校车司机，老局长为了弥补他，现在也成为了自己的专车司机。同时警方也在调查中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，他亲眼看到凶手利用3轮车抛的事。 അടയാളമോ മറ്റോ ഓർത്തെടുക്കാൻ കഴിയുന്നുണ്ടോ? മാഡം, സംഭവം രാത്രിയായിരുന്നെങ്കിലും ഞാൻ ആ മുഖം വ്യക്തമായി കണ്ടാണ് മാഡം. അതൊരു 10-11 വയസ്സുള്ളൊരു കൊച്ചു പയ്യനായിരുന്നു മാഡം. 听到这的小美顿时就被打了脸，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一切全都被小帅给说对了。随后警方就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，很快就画出了凶手的长相。小美召开了一场发布会，准备对男孩进行全程通缉。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此时的男孩正在医院里，已经盯上独自坐在医院的小女孩。女孩刚买完巧克力，然而等到女孩的母亲走出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女儿已经不见了，而现场留下的唯一物证只是一个吃了一半的巧克力。随后小帅就对上面的包装纸进行了检测，果然发现了2个人的 DNA， 一个是失踪的小女孩，而另一个却出乎了小帅的预料，这组 DNA 并不是男孩鲁本的，看来他的身后还隐藏着一个幕后黑手。小帅立刻拿出局长给自己的 DNA， 通过比对过后，竟然真的匹配成功了。原来10年前的那场连环杀人案和鲁本背后的真凶是同一个人。与此同时，鲁本将已经昏迷的小女孩带到了野外的一个木屋内，随后他便悄悄地离开了。等到女孩再次被推出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，而这个杀害了女孩的人竟然也是一个孩子。看来这一切的背后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。另一边，小帅将当天所有出入过医院的人全都进行了 DNA 的对比，结果却没有一个人吻合。就在他一头雾水的时候，鲁本被警方成功的抓获。小美拿出被害者的照片，可鲁本却说这一切都是撒旦的旨意。在回看审讯的监控时，小帅发现鲁本每次在说话前都会向着右边抽搐2下，
他怀疑是鲁本的助听器被人动了手脚。可当小帅来到监狱准备2次审讯时，却发现鲁本已经割腕自杀，而他耳朵里的助听器果然被人改装成了蓝牙装置。看来鲁本自杀肯定是受到幕后黑手的指使，于是小帅就让人调取了监狱外的监控，看看是否有可疑的车辆在附近停留。很快小帅就接到了电话，有一辆蓝色的思域曾在鲁本自杀前在监狱的附近停留了很长的时间。听到这的小帅无比的吃惊，因为此时在他家的门口就停了一辆蓝色的思域。他刚想走过去查看，却被一个男人当场打晕在地。等到小帅醒来后，自己已经被绑在了一个破车内，而将他打晕的正是当年被冤枉的校车司机。难道凶手真的就是他吗？司机拿出手机并告诉小帅，当年就是小美冤枉了自己，才让他蒙上了杀人犯的罪名。于是自己就绑来了小美的女儿，将她训练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杀人凶手，准备以此来报复小美。原来那个推着尸体的小女孩，竟然就是小帅的侄女。听到这的小帅瞬间就怒了，他一脚踢飞司机，然后利用碎玻璃挣脱了束缚。可就在小帅追问侄女的下落时，司机却突然被人开枪射杀。此时的小帅也意识到了，真正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。在成功逃脱后，小帅就将小美给叫了过来。看到了小女儿的遭遇，小美瞬间就崩溃了。好在小帅利用司机的手机找到了关押女孩的位置。事不宜迟，小美赶忙和前夫一起去营救女儿，而小帅则找到了医院的心理医生，并说有一个事情需要他帮忙。可刚一上车，小帅就拆穿了医生的真面目，因为他才是连环杀人案的幕后黑手。原来他就是开头的杀父的男孩。长大之后，他又结婚生子，可没想到妻子也因难产而亡。而就在不久之后，他又被查出得了癌症。经历了这多重的打击，男人就开始仇恨那些过得幸福的家庭。看到那些活泼可爱的小女孩，他就会将其绑到没人的地方残忍地杀掉。男人慢慢就爱上了这种发泄的方式。虽然他在不停地作案，但是却对儿子非常的溺爱，所有事情也都是在背地里进行的。可直到这天，小美正带队查处过往的车辆，而男人的后备箱此时就放着一具女孩的尸体。为了不让自己暴露，男人将尸体给丢进了路边的校车内，因此司机就被当成了凶手给抓获了。可此时的他却并不知道，这一切全都被儿子给看在了眼里。就在父亲打电话的时候，男孩砸开了楼上的储藏室，看着屋内如同炼狱般的场景，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父亲其实就是新闻上的连环杀人魔。父亲想要解释，结果儿子却不小心踩到瓶子坠楼而亡。看着电视上的小美，男人就将这一切全都怪在了他的头上。如果不是他带队查车，自己的儿子就不会发现秘密。于是男人就拐走了小美的女儿，利用10年的时间将她训练成了杀人凶手，想以此来报复小美。可就在他准备进行最后一步的时候，却被一个法医给识破了。原来就在前不久，警方在一个水库边挖出了5具骸骨。根据 DNA 的检测，这正是10年前那些失踪女孩的，但是其中却有一个成年男人的骸骨。通过化验过后，小帅发现，在这具骸骨上有一些奇怪的土壤，这正是男人的家乡才独有的。再根据当年失踪的人口进行调查，发现这具骸骨就是男人的父亲。ഈ കേസിനെ ഞാനുമായിട്ട് കണക്ട് ചെയ്യുന്ന യാതൊരു എവിഡൻസും നിന്റെ കയ്യിലില്ല. മുമ്പൊരിക്കൽ എന്റെ രക്തം നീ ചൈൽഡ് കില്ലറുമായിട്ട് ക്രോസ് മാച്ച് ചെയ്തതല്ലേ? എന്നിട്ട് എന്തായി?听到这的小帅又告诉他，在医院进行 DNA 的比对时，男人之所以没有和凶手的匹配成功，是因为他在治疗癌症的时候进行了骨髓的移植，所以才导致 DNA 发生了改变。可这种问题却难不倒身为法医的小帅。虽然血液发生了变化，现在他的指甲和头发还是他原有的 DNA。得知自己的事情已经败露，男人也不再隐瞒，自己为了复仇利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，他将鲁本训练成了帮凶，还把已经出狱的司机也拉入伙。如今真相已经大白，但是男人却并不打算束手就擒，他拿出藏好的小刀，准备对小帅杀人灭口。结果就在2人扭打的过程中，汽车却突然发生了侧翻，系上安全带的小帅只是受了点轻伤，而医生却被甩出车外当场毙命。随后警方就对小帅进行了审讯，既然你知道医生就是凶手，为什么不将此事告诉警方呢？听到这的小帅就回答道，他也是上车之后才知道对方是凶手，自己能存活下来也是因为他系了安全带。然而事情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？让我们回到事故发生的前1秒，其实当时的2人都系了安全带，但是小帅却在最后一刻将医生的给解开了。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全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侄女。只有凶手永远的闭嘴，才能不让侄女杀人的事情被公开。影片到此结束。